程毅这8年，父母等的那趟旅行，藏着他没说出口的答案。8年没和父母一起出去旅游过。这是最近网友翻出来的一条整理。程毅8年没陪父母出去玩，最近一次相聚是带他们去看牙，顺便做了个体检。说实话，读到这条整理的时候，我愣了好几秒。不是因为8年这个数字本身有多惊人，程毅这8年拍了多少戏，老粉心里都有一本账，物理上确实抽不出时间。我愣的是另一个点，8年没旅游，结果最近一次相聚是去看牙。你品，你细品，这个细节太不 showbiz 了。这要是一般艺人，团队想都不用想就给你包装成温情时刻，让你带父母去趟马尔代夫，发9宫格，热搜挂3天，孝顺人设立的稳稳的。但程毅没有。这件事是粉丝挖出来的，不是工作室发的通稿。这就是我今天想聊的东西。我先说清楚啊，这期视频里有些内容是基于网络上粉丝整理出来的细节，不是100%硬资料。如果有出入，评论区指正我，下期改。好，那么我想做一件事，我想从2026年这个看牙的瞬间开始，一年一年往回倒，看看这8年里他大概都在哪，看看那个等着一起旅游的父母是被什么样的档期一年一年挡在外面的。回到现在2026年，程毅在哪？还在拍戏，热搜偶尔挂一下，掉了。又一部戏在路上。粉丝群里有人转一张机场图，配一句歌又飞了。整个状态就是稳，但也累。这2年他几乎没上过什么综艺，能数得过来的露面就是几个品牌活动和颁奖礼。很多人说他低调，我倒觉得不是低调，是当期没给他低调或者高调的选择权。你想想看，一个演员一年能扛几部戏？正常1年1部到2部已经算高产。他这2年是什么节奏？我手里没有官方档期表，凭印象说啊，主演级别的项目一个接一个的在前后衔接。这是什么概念？这就像一个游戏里的满级号一直在刷副本，外人看着安静，其实强度拉满，连下线吃饭的时间都得算着来。那么问题来了，往回倒1年，2024到2025，他在哪？这2年是他连轴转的尾声。说尾声，是因为前面那2年才是真正的疯狂期。那段时间，他几乎是杀青当天直接进下一个组，中间隔不了多久。具体的杀青日期我不敢乱报，但那种节奏，老粉都看在眼里。这种节奏，你说他怎么陪父母旅游？飞回家陪父母吃顿饭都得算时差。有意思的是，这2年他几乎完全消失在综艺生态里。各种亲情类、生活类综艺的邀约据说不少，他都没接。这一点在小生圈里算是异类。同期的男演员，谁不上2期综艺刷一下国民度？但他选择了不上。我猜，我只是猜啊，没拿到第一手资料，他可能心里清楚，他这个阶段的窗口期不在综艺，在剧。综艺刷的是熟悉度，剧打的是演员的命根子。2个不能兼顾的时候，他选了后者。这个选择对不对，留给时间。但有一点，选了这条路，就意味着没法陪父母出去玩。这是代价，他自己应该是知道的。再往回1年，2022到2023，这2年才是关键。为什么关键？因为这2年是他从网剧扛剧小生往全平台认可的男主过渡的窗口期。市场刚开始大规模认他能扛，邀约就一波一波涌过来。老粉应该记得，那段时间他几乎每隔一阵就有一部新剧官宣，评分有起有落，但热度一直没断过。这种窗口期对一个演员意味着什么？你这么想啊，一个演员从被市场质疑到被市场接受，中间可能要等10年。等到那扇门终于开了，你敢停吗？你敢说我要回家陪父母2个月再说吗？不敢。这不是说他不爱家，这是行业的现实。换谁来，真的，换任何一个在那个位置上的演员，结果都一样。
在那个剧本框架下，在那个市场节奏下，任何演员都很难发挥说我不接了，我要回家的奢侈。他已经在这个框架里做到极致了。所以这2年，父母又等了。行，接着往回。2019到2020，这2年是他转折之前。市场还没完全认他是扛剧主角，他还在从次主角往主角硬磨的阶段。这里我得插一句啊，对了，得先把那时候的小生市场背景说一下，不然你听不懂他的处境。那阵子小生市场什么状态？内卷的不行，流量退潮，演技派回归，老一批小生在转型，新一批小生在抢位置。一个剧本能有10几个候选演员在抢，最后定谁，市场说了不算，资本说了不算，有时候连导演说了都不算。成毅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夹缝里磨，每接一部戏都是赌剧本能不能爆，赌对手戏演员合不合适，赌播出平台给不给好档期。行，现在回到他，这2年他的选择是不停，一步接一步。哪怕有些项目后来回头看不一定是最优解，但在那个时间点上，不停本身就是最优解。因为在那个赛道里，一停下就可能被挤出去。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小生赛道的生存法则。那父母呢？又等了1年。好，我们继续往回走，走到他还没有成毅这个公众身份的时候，走到那个湖南的家，那个3代同堂的院子。这一段怎么说呢？我每次想起来都觉得有点温度。听老粉提过，他小时候是爷爷奶奶带大的。湖南那种家庭氛围，你懂的，不是江浙沪那种文气，也不是东北那种豪气，是另一种慢诗，有人情味，说话不大，但每句话都带感情。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我们看他后来在剧里那种沉得住气，不爱说漂亮话，关键时刻一句话顶10句的表演底色，其实不是演技训练出来的，那是他本来就有的东西，是那个家，那个爷爷奶奶，那个3代同堂的院子慢慢给他的。所以你回头看他后来对父母的方式，不是发朋友圈说爱你妈妈，不是上综艺秀温情，不是包机带父母去欧洲，是回家，是带去看牙，是顺便约个体检。这是工程师式的孝顺，这是理工科性格的孝顺，这是我不会说漂亮话，但我会把你身体里那颗坏了的牙处理掉的孝顺。我作为他的粉丝，我当然希望他能多陪陪父母，这是真心话。但客观来说，他选择不在公开场合谈父母这件事，我越想越觉得是对的。懂他的人会懂。回到现在，回到那个让我愣住的细节，8年没旅游，最近一次见面是带父母看牙。现在你再看这件事，是不是感觉完全不一样了？这8年里，他不是不想陪父母，是档期物理上不允许，是行业窗口期不允许，是他自己对职业的那份很不允许。而他选择补偿的方式，不是 grand gesture， 不是包装出来的温情时刻，不是给团队一个素材让公关去操作，是最朴素的，最不浪漫的，但也是最实在的那一种。带去看牙，顺便体检。这要是放在另一个艺人身上，团队恨不得开发布会，但他没有。这件事如果不是粉丝挖出来，可能永远没人知道。这就是我说的反人设营销。真要炒人设的人，会去上亲情综艺；真要立孝顺立人设的，会让父母出镜接受采访。他偏偏全部拒绝，因为对他来说，父母不是营销资源，是真的活生生的湖南家里那2个等他回去的人。行，长话短说，这期视频聊到这儿，其实我想说的话已经说完了。他欠父母一趟旅行，这是真的，8年没补上，这也是真的。但有时候我会想，欠着的人心里是知道自己欠的。你把这8年的当期表摊开看，把湖南那个家，那对等他的父母放在一边看，再把他从来不让父母出现在镜头里的那份执拗放在另一边看，你会发现他从来不是不在乎，他只是用了一种最不像 showbiz 的方式，在替自己保管这份在乎。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如果你也是看着他这几年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评论区告诉我，你心里那个最希望他能歇一歇的瞬间是哪一年哪一部戏的时候？我先去把那条整理再读一遍。下期见。